冷戰結束後，北約內部爆發了一場鮮為人知的利益博弈。這場博弈雖然沒有硝煙，卻讓 P90 和 MP7 所代表的兩種彈藥口徑整整死磕了20多年。可奇怪的是，北約早在20年前就通過測試分出了這場競爭的最終勝負。可為什麼勝者沒能成為北約標準口徑，而落敗的一方非但沒有被淘汰出局，反而逆襲成了多國特種部隊的標配？這場本該塵埃落定的較量背後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資本博弈與政治內耗？今天我們就帶着這些疑問來揭開這場持續了20多年的北約標準口徑之爭。80年代初，冷戰已接近尾聲，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坦克、導彈和戰鬥機時，一件不起眼的裝備卻悄悄改變了未來輕武器的發展方向，它就是防彈衣。隨着凱夫拉等新型材料逐漸成熟，蘇聯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一線部隊配發輕型防彈衣。雖然它的防護水平還很有限，卻給北約敲響了一記警鐘。作為北約軍警主力的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，已經越來越難對付身穿防彈衣的目標，而幾乎所有傳統衝鋒槍都是建立在這枚9毫米子彈之上。這意味着，如果彈藥無法突破瓶頸，衝鋒槍的發展也將走到盡頭。於是1986年，北約正式提出了 PDW 個人防衛武器計劃。他們希望研發一種新型武器，尺寸接近衝鋒槍，卻擁有擊穿防彈衣的能力。消息公布後，不少軍工企業都開始尋找解決方案。一部分廠商嘗試繼續挖掘9毫米彈藥的潛力，另一部分希望通過提高初速、優化槍械結構來提升9毫米彈藥性能。但比利時 FN 公司跳出傳統改良思路，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研发方向。他們認為真正遇到瓶頸的或許不是槍，而是已經沿用了近100年的9毫米彈藥。如果繼續圍繞它改進，再優秀的槍也很難滿足未來戰場的需求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從零開始。於是 FN 放棄了傳統思路，重新設計了一種小口徑、高初速的新型彈藥。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 5.7 乘28毫米彈。在整個研發計劃中，這枚子彈才是真正的核心。後來聞名世界的 P90 和 FN57 其實只是為了充分發揮這款彈藥性能而專門設計出來的發射平台。1990年 P90 正式問世，無托布局、頂部50發彈匣、獨特的水平供彈結構，都讓它看起來與當時所有衝鋒槍截然不同。對 FN 而言，這不只是一次武器設計的更新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意味着一種體系級產品的誕生。在軍工行業，最賺錢的往往不是一把槍，而是一項標準。一旦某種彈藥成為北約標準，數十個國家未來幾十年的採購都可能圍繞它展開。誰掌握標準，誰就掌握了市場。FN 相信自己已經搶先邁出了下一代 PDW 的第一步，靠着 P90 便能穩穩壟斷這片新興市場。殊不知，強勁的對手早已蓄勢待發。軍工巨頭德國黑克勒科赫公司此刻正冷冷地注視着這一切。對於嚴謹甚至有些傲慢的德國人來說，讓比利時人制定未來輕武器的標準簡直是無法接受的。更何況，面對 PDW 這塊肥美的未來蛋糕 ，HK 絕對不能放手。但此時 P90 已經推向市場數年，搶占了絕對的先機。後來者想要制勝，就必須走一條差異化競爭。既然比利時 P90 為了追求50發容量，採用獨特的橫向供彈結構，使整槍呈現出明顯的寬體布局，那麼德國 HK 就反其道而行之，造一把像手槍一樣便攜，甚至能塞進手槍套的武器。為了實現這個目標，德國 HK 同樣選擇從子彈切入。他們推出了口徑更小、速度更快的 4.6 乘30毫米彈藥。這枚子彈比比利時 FN 的 5.7 毫米彈還要小一拳，目的是為了能把彈匣塞進窄小的手槍式握把裡。2001年，作為這枚 4.6 毫米子彈的發射平台， MP7 衝鋒槍正式問世。與科幻、臃腫、只能雙手持握的 P90 不同， MP7 採用了傳統的 T 字形布局，插進槍柄的彈匣，可折疊的前握把，可伸縮的槍托，收攏之後，它的大小就像一把大號手槍，甚至可以塞進特戰隊員的腋下槍套，並且擁有着手槍絕對無法比擬的步槍級穿透力。至此，一場持續20多年的較量正式開始。
比利時 FN 堅信 5.7 毫米代表着未來，德國 HK 則認為 4.6 毫米才是未來 PDW 的發展方向。那麼這兩種設計到底誰更優秀？两種彈藥誰的性能更出色？两家公司各執一詞，誰也无法說服對方。這場針尖对麥芒的對決在2002年迎來了高潮。北約為了統一 PDW 的彈藥標準，組織了一場官方嚴苛測試，而這場測試的核心變成了兩枚子彈在物理學上的終極對決。測試內容不僅包括穿甲能力，還涵蓋對無防護目標的殺傷效能、命中概率、彈藥成本以及生產兼容性。測試中，德國 MP7 的 4.6 毫米憑借更高初速展現出了優秀的近距離穿甲能力，但 P90 的 5.7 毫米在綜合表現上更勝一籌。它不僅擁有相同的破甲能力，在對無防護目標的殺傷效能上更是高出 27%， 且 5.7 毫米與北約制式步槍彈的生產線高度兼容，轉產成本更低。2003年，北約專家組在最終報告中給出了明確結論，勝利者是比利時的 P90 和 5.7 毫米。按照北約原本的計劃，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，通過標準化審批，然後向整個北約推廣 P90 和 5.7 毫米。比利時 FN 也理所當然地認為，自己距離拿下未來幾十年的市場只差最後一步。然而就在標準化會議上，意外發生了，德國代表團投下了反對票，整個會場瞬間陷入僵局。因為北約標準化有一個特殊規則，任何成員國都擁有否決權，而標準的通過必須獲得一致同意。這意味着即便比利時 FN 贏了測試，也贏不了標準。德國 HK 或許輸掉了測試，卻沒有輸掉真正的較量。隨着德國的堅決反對，北約 PDW 標準化計劃被迫擱置。但誰也沒有想到，這場被強行按下暫停鍵的較量，卻在未來的真實反恐戰場上迎來了最戲劇性的驚天大反轉。北約標準化雖然流產了，但真實世界從來不會按照考試成績單運轉。進入21世紀後，全球反恐戰爭全面爆發，特種部隊面對的不再是冷戰時期的大規模機械化部隊，而是狹窄的室內空間、擁擠的車廂，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突發安全事件的城市街頭。而就在這樣的環境下， P90 和 MP7 迎來了真正的實戰考驗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那個在北約測試中勝出的 P90 和 5.7 毫米，並沒有像比利時 FN 預想的那樣橫掃市場。它寬大的槍身和獨特結構雖然極具辨識度，卻也讓它在 CQB 作戰環境中顯得不夠靈活。相比之下，那個在測試中敗下陣來的 MP7 卻意外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時代。特種部隊很快發現，這把槍幾乎就是為反恐任務量身打造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那些曾被測试專家批評的缺点，到了實戰中反而變成了優點。於是，越來越多精銳單位開始選擇 MP7。這把原本被視為失敗者的武器，逐漸成為全球反恐時代最具代表性的 PDW 之一。北約的測試決定了誰更符合標準，但真實戰場選擇了誰更適合任務。這場持續近20年的爭論已經失去了意義，因為在標準遲遲無法統一的歲月裡，各國早已按照自己的需求做出了選擇。有人採購比利時的 P90， 有人裝備德國 MP7， 兩種彈藥、兩套體系，都已經深深扎根於北約成員國的武器庫之中。到了這個時候，無論淘汰哪一方，代價都過於高昂。於是北約標準化辦公室在2020年分別以 Stanek 4509和 Stanek 4820標準認證，將比利时的 5.7 毫米和德國的 4.6 毫米各自獨立標準化，一人一塊獎牌，誰也沒有輸，誰也沒有真正贏。這場曠日持久，讓兩家公司虧了無數公關費的博弈，最終以北約官方和稀泥式的雙贏畫上了句號。